西游记》时，悟空不理不睬，只顾往水帘洞方向疾飞。眼看到了洞口，忽然斜刺里杀出眉山六兄弟。康安玉手持双锏，张伯识舞动长枪，姚公林抡起铜锤，李焕章挥动大刀，郭申、执剑二将军各持兵器，一起挡住去路。康安玉喝道：颇好，你的洞府也被我们占了，你的子孙也被我们擒了，你还往哪里逃？悟空闻言又惊又怒，正欲挥棒迎战，却听得身后风声大作，二郎神已追到背后，三尖两刃刀携雷霆之势劈了下来。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悟空心中一慌，不敢应接，将金箍棒往耳中一塞，使个隐身法，化作一阵清风，从包围圈中钻了出去。二郎神凤目一闪，早已看穿了他的隐身术，冷笑道：想跑没那么容易。收了法身，紧紧追了上去。悟空飞出数里，回头见二郎神紧追不舍，心中暗道：这厮的本事不在我之下，硬拼讨不了好，不如与他斗斗变化，看他能奈我何。他按下云头，落在一座山头上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麻雀儿，飞到一棵老松树的枝头，缩在树叶间一动不动。二郎神追到近前，不见了悟空踪影，睁开额头上的第三只神目，四下一扫，便看见树梢上多了一只麻雀儿。那麻雀儿的羽毛颜色与松树格格不入，而且此时已是黄昏，麻雀儿早该归巢了，怎会独自一只站在这里？二郎神心中好笑，也不说破，收了法天象地的神通，撇了三尖两刃刀，卸下弹弓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恶鹰儿，展开双翅，猛地朝那麻雀儿扑了过去。悟空见恶鹰扑来，吓得一抖翅膀，嗖的一声飞起，变作一只大雌老。这是一种比鹰还大的猛禽，双翅展开足有丈许，直冲云霄。二郎神变得恶鹰追了一阵，见追不上，几抖翎毛，变作一只大海鹤。那海鹤比雌老还要大上一圈，长喙如剑，双翅一展，便有2丈之宽，钻上云霄，朝悟空猛啄。悟空见海鹤来势凶猛，心中暗叫不好，急忙将身子一沉，从高空直坠而下，一头扎进山涧之中，变作一条鱼儿。但见那鱼儿腮窄鳞细，尾轻身柔，在水中摇头摆尾，甚是灵活。二郎神追到涧边，不见了悟空踪影，心知他必然下了水，便收了海鹤之身，变作一只鱼鹰儿，飘荡在下游的水面上。那鱼鹰儿目光锐利，死死盯着水中的动静。悟空变作鱼儿，顺水漂流，正自悻悻逃过一劫，忽然看见前方水面上一只鱼鹰儿正在巡游。那鱼鹰儿长得古怪，似青装而毛片不青，似露丝而顶上无缨，似老鹳而腿又不红。悟空心中一惊，暗道：这必是二郎那厮变的，他认出我了。他急忙掉头，打了个水花，转身就往回游。二郎神眼尖，一眼就看见了那条鱼。那鱼儿似鲤鱼儿尾巴不红，似桂鱼儿花鳞不见，似黑鱼儿头上无星，似房鱼儿腮上无针。二郎神心中冷笑，这不是那泼猴是谁？赶上前去，对准鱼儿，唰的一口啄了下去。悟空大惊，猛地窜出水面，变作一条水蛇，在岸边的水草间游动，三钻两钻，钻进了草丛之中。二郎神一嘴啄空，忽听水响，见一条水蛇从水中窜出，钻入草丛。他冷笑一声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朱绣顶的灰鹤。那灰鹤身高5尺，长喙如铁钳，双腿如铁柱，大步流星地走到草丛边，伸长脖子就往草丛里啄。悟空在草丛中蜿蜒前行，见灰鹤的长喙在身后不断啄来，心中一急，从草丛中跳出来，变作一只花宝，立在了厅之上。这花宝是鸟中至贱之物，羽毛灰鹤，相貌丑陋，平日里不论鸾凤鹰鸭都与它交配，是鸟类中最为低贱的一种。二郎神见它变得这般低贱，心中嫌恶，不愿与之为伍，便收了变化，现出本相，从腰间取下弹弓，拽满弓弦，对准那花宝，一弹子打了过去。悟空没想到他会用弹弓，猝不及防，被弹子打中，一个踉跄，从了厅上滚落下来。他趁势往山崖下一滚，伏在乱草之中，又生一计。悟空伏在草丛中，四下一看，见不远处有一座荒废的土地庙，
心中有了主意。他摇身一变，变作那座土地庙的样子。他大张住口，作为庙门，牙齿变作2扇门扇，舌头变作土地菩萨的塑像，端端正正坐在正中，2只眼睛变作窗棂，一左一右开在墙上，一切都变得惟妙惟肖，与真正的土地庙一般无二。只有一样东西变不了，它的尾巴。那条长尾巴平时藏在身后还好，如今变作庙宇，却怎么也藏不住，只好竖在庙后面，变作一根旗杆。悟空变完之后，暗自得意，这回看你还认得出老孙。二郎神赶到崖下，四下寻找，不见了花宝的踪影，却见不远处多了一座土地庙。他微微一愣，这荒山野岭何时有了一座土地庙？他睁开第3只神目，细细打量这座庙宇。庙门大敞，里面土地菩萨端坐，窗棂明亮，一切都似模似样。可是庙后面怎么竖着一根旗杆？二郎神心中雪亮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好你个泼猴，你哄谁呢？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走南闯北，从没见过哪个土地庙会在后面竖旗杆的，这分明是你这猴头的尾巴。他将3尖2刃刀往地上一插，挽起袖子，冷笑道：你这庙门是你的口，窗棂是你的眼睛，里面的菩萨是你的舌头。等我先捣碎你的窗棂，再踢烂你的门扇，看你还往哪里逃。说罢，抡起拳头就要朝窗棂倒去。悟空在庙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吓得魂飞天外。那窗棂是他的眼睛，门扇是他的牙齿，若是被捣碎了，踢烂了，他就算不死也成了残废。他哪里还敢再变下去？猛地一个虎跳，从庙里窜了出来，现出本相，将身一纵，又飞到了半空中。二郎神见他跑了，也不住急，收了拳头，提起3尖2刃刀，纵身追了上去。悟空飞到半空，还未来得及喘息，忽然头顶上一道金光照了下来，原来是李天王在空中举着照妖镜，死死锁定了他的行踪。悟空左冲右突，却发现4面8方都是天罗地网，根本无路可逃。眉山6兄弟率领草头神从4面合围上来，1200草头神各施法术，有的放出飞剑，有的撒出绳索，有的祭出法宝，将悟空团团围住。二郎神从后面赶到，3尖2刃刀再次劈下，悟空无奈，只得抡棒迎战。2人又斗了数十回合，悟空心中焦急，他既担心水帘洞中的猴子猴孙，又忌惮头顶上的照妖镜和4面8方的天罗地网，心神不宁，渐渐落了下风。正斗间，忽听得远处一声犬吠，哮天犬来了。那哮天犬通体漆黑，快如闪电，无声无息地从悟空背后扑来，一口咬住了他的小腿。悟空吃痛，低头一看，一条黑犬死死咬住他的腿，甩都甩不掉。他怒喝一声，举棒要打，却被二郎神一刀架住。眉山6兄弟趁机一拥而上，康安玉的双锏砸在他肩上，张博士的长枪刺向他肋下，姚公林的铜锤轰在他背上，李焕章的大刀砍向他手臂。悟空奋力挣扎，金箍棒左扫右当，将眉山6兄弟逼退数步，但哮天犬死不松口，他每动一下，腿上的伤口就撕裂一分。二郎神见时机已到，大喝一声，3尖2刃刀化作一道惊天长虹，朝悟空当头劈下。悟空举棒格挡，却因腿上有伤，重心不稳，被这一刀震得踉跄后退。眉山6兄弟再次扑上，7手8脚将他按倒在地。康安玉从怀中掏出一根捆仙索，那绳索金光闪闪，乃是上古仙人所炼，专门用来捆绑神通广大之辈。3下5除2，将悟空捆了个结结实实。二郎神走上前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悟空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泼猴，服了吗？悟空被捆在地上，挣扎了几下，发现那捆仙索越挣越紧，只好放弃。但他嘴上却不肯认输，瞪住二郎神骂道：服你个头！若不是那条死狗咬我，若不是你们人多势众，老孙岂会输给你？有本事松开我，咱们再斗300回合。二郎神哈哈一笑：成王败寇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带走。眉山6兄弟将悟空架起来，押往天罗地网之中。李天王在空中收了照妖镜，率领众天将迎了上来。他看着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悟空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对二郎神拱手道：
真君神威，李某佩服。这泼猴作乱多日，今日终于被擒，全仗真君之力。二郎神摆了摆手，淡淡一笑：天王客气，这猴子确实了得，若不是哮天犬相助，我与他单打独斗，胜负还在两可之间。不过他看了看被捆住的悟空，又看了看花果山上满目疮痍的景象，叹道：这猴子虽然狂妄，却也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只可惜走错了路。悟空听见这话，挣扎着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。二郎神对李天王道：天王，这猴子就交给你了，我还要回灌江口去，那边还有香火要打理。说罢，唤来哮天犬，招呼眉山六兄弟和1200草头神，驾起狂风，转眼间便消失在天际。李天王目送二郎神离去，转头看着被捆着的悟空，沉声道：押上去，回天庭复命。众天兵齐声应诺，押着孙悟空浩浩荡荡飞向天庭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孙悟空被擒之后，等待他的将是斩妖台上的刀斧雷火，八卦炉中的文武真火，以及500年五行山下的漫长岁月。